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2024年的2月17号，星期六。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我想和大家聊一聊移民日本的这个话题啊，就是2024年了啊，怎么看待移民去日本？那么日本这个国家呢，是我过去可以说我在35岁以前去旅游最多的一个国家，次数去了最多。第一嘛，它离中国很近，是吧？第二嘛，我会一些日语。第三呢，就是我曾经在日本的5大商社之一 Mitsubishi Shoji 三菱商社工作过。还有呢，就是日本呢，就是它许多的这种什么像泡温泉呐，像它的这个烧烤烤肉日式烤肉还有它的这个日本料理就是那种定时套餐是吧？这些项目包括它的一些景它的一些风景人工和天然结合的那种风景我都特别的喜欢所以呢，就是我过去是去了最多的曾经我也有一度想移民去日本在日本长期生活的这种想法，但是呢，就是35岁以后我就改变了这些想法。一方面嘛，就是身边的这个移民的朋友的故事也很多，对吧？一方面就是有很多原因我们就慢慢的在我这个视频里面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首先呢，我就讲一下这个日本的一些好处吧，对吧？就是咱们这为什么要去看待日本？因为去日本移民，很多人都是办这个经营管理签经营管理签就是在日本呢注册300万日元的一个公司然后呢你就可以获得这个日本的居留等于就是说你在那像做生意经商就这个意思。那这个经营管理签呢本身其实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就是这个经营管理签它的成本远不止就是很多人宣传的什么300万日元去办一个这个经营管理签它像你要给自己发工资你要缴税你要雇佣人你要有办公室你要有各种各样的支出这些东西都是成本很高的，并且呢，就是日本它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我可以这么说，就整个这个世界上日本直到这个目前就是电子支付的这个时代像什么扫码这些电子支付的时代，就手机 App 时代我觉得日本稍微有点变慢了，但是一直在过去的这些几十年它的这种就是在生活当中，在人们的这种各种应用当中，它是做的最细的一个国家什么美国中国都跟它这个是有差距的这个细是什么意思？就比如说你养一个宠物，你养一个猫，对吧？我们看到过有给猫买衣服的，对吧？有给猫做发型的这个是不是已经非常的就是细了，对不对？它有给猫就是买酒的猫喝的酒，猫喝的调料他说就是这个猫呢你养了一个猫，然后你一个主人在家里面很多独居的人嘛，在日本，然后呢你养一个猫你自己喝酒，然后呢你也可以买点酒给猫喝，就是猫专用喝的酒猫陪你一起喝酒，对吧？就是它的这种细致做的这个东西，
就是各行各业啊都做得非常的这个怎么说，竞争激烈啊，所以呢，就是你如果只是冲着移民去的这些人呢，你要做的这个行业想在日本就是能够盈利这个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几乎是我不能说不可能，对吧？但是说非常难那么日本呢，它的这些优势，对吧？比如说它这个特别的经济高度的发达行业细分做的特别的多，对吧？像它这个我们所看到的，比如说觉得日本人很有素质很有礼貌城市整洁程度非常的高在日本大家都感觉没事就是嗨嗨嗨然后都是すみませんすみません就 sorry就是不离口，对吧 ？excuse me 就不离口对不起，对，就很多就是多么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就非常的感谢所以这种就是感觉让人觉得呢还有不停的鞠躬，对吧？各种尊称有敬语就让大家觉得日本是个非常有礼貌的国家，对吧？所以呢，很多人就很向往就因为你觉得很多我们在中国生活的人，或者在其他各个国家生活的人呢，都觉得没有那么的，好像他们这么有礼貌，是吧？好像有礼貌已经就是变成了一种有压力的感觉了，对我来讲那么我第一次觉得就是说产生这种反差的时候是什么？大家可能觉得我现在说的好像跟移民没什么关系，对吧？我要跟大家说，真的很有关系这个才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我第一次觉得有反差的时候，是当时我去意大利我去意大利，然后呢，我坐的是一个卡塔尔航空一个公务舱，然后呢，这个公务舱当中就是上来了一些那个意大利人吧，然后他们就把脚呢就斜着这样一敲就身子往后靠嘛，对吧？公务舱那个椅子往后靠的幅度很大，把脚往上一敲我当时就觉得，这些人这意大利也算是一个发达国家，对吧？欧洲国家，怎么这个人的素质这么差呢？是吧？而且坐公务舱的人说实在的，就是花的这个钱也不少呀，对吧？怎么这个人的素质让我觉得好像跟我以前经常喜欢去日本，我觉得有一种很大的反差那后来呢，我在日本呢又认识了一些英国的和法国的朋友有一个英国的朋友呢，他在日本住了30多年、40年了。那么他呢就跟我说我跟他相处特别的长，他跟我说，他说我在日本，他说我80、90年代就来日本了然后呢就一直没有走，他就变成了几十年就一直待在日本。他说日本就几十年来没有什么变化，就一直是这样的这个呢让他呢就是产生了一些什么呢？就他有一种不满他觉得这个日本怎么几十年没有进步他反正就是这么告诉我的。那么法国的朋友呢，跟我岁数差不多，那么我们在一起聊天他们是在东京的他说他很喜欢日本他愿意经常来旅游，但是他觉得如果让他来这边生活他觉得负担太重了就是这种负担就是大家太客气了，对吧？因为别人朝你鞠躬，你不鞠躬，感觉就是特别的不礼貌，对不对？然后你如果同样的在一个这样的社会之中就你不可能就是不去跟人家鞠躬，或者说你不去做到一模一样，不然你没有办法工作嘛，对吧？因为这个是对等的，
你去旅游的时候，你去消费，你去觉得一切都很好，这是你去花钱的啊，你去消费的。那么它的这种礼仪上的这种，对吧？那一旦就是你变成了在那边生存，你要赚钱，你要去上班，你要去工作，那么你必须得付出一样的100%的对等的，对吧？因为你接待日本客人什么，或者你接待日本人，你必须要这样啊。那么这种呢，就对于那种不是从小出生在那里的人啊，你就会有一种特别大的压力啊。说实话，这个会让人非常不习惯的。就我有一次，我去一个日本，就是日本开樱花，它有一个季节的，它有个时刻表的啊，就是哪里它就早点开，哪里它就晚点开，对吧？那么我当时去的就是一个非常最早开樱花的一个地方啊。那边呢有一个100年的一个日式的旅馆啊，那个旅馆呢是天皇曾经去过的，所以呢非常的著名。那么我呢就订的那个旅馆，那我就跑去啊，那个接待我们的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的，跟我岁数差不多吧，啊，岁数差不多。然后呢，他就是这种跪式的服务啊，真的跪式，不夸张，就他就两脚往那一蹲，我记得很清楚，先送上热毛巾啊，然后又拿出了一些抹茶啊，抹茶就是日本的一种饮品嘛，然后又拿出了一些那个糕团啊，就是甜品，然后呢，他就轻声细语的啊，开始拿个纸给你在办这个登记，就 check in 的一些手续。我真的很不适应啊，真的很不适应。就是这种感觉啊，而且我觉得那个人就是那个小伙子呢，他做的就他在那里面那个工作，他就觉得，我觉得他的这种轻声的细语啊，他的这种工作的这种他整个人都没有阳光了。我这个绝对不是批评，因为那里的文化是这样子的啊，但是这会让就是说我如果不是天天在那样一个工作氛围当中呢，我会觉得有点不适应啊。就像那个许多那个当时啊，就是像三菱商社这样的公司到中国来开公司啊，很多人来中国出差，那些来到中国出差那些高管啊，那些人，他们都觉得无比的释放啊，他就觉得就是不是说那个压抑吧，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对吧？就你每天碰到人啊，你开始爬起来，你就要不停的鞠躬，不停的说谢谢、再见什么这些礼貌用语，然后什么地铁挤啊这些我都不说，这个全世界可能都差不多，对吧？啊，但是就这种礼仪性的啊，然后你时刻这个神经紧绷着，一直到晚上，就我觉得很大的一种人的状态，人的一种消耗啊，就是被用在这个里面消耗掉了，被消耗掉了。就像比如说我在这边，我躺在这个海边啊，我想这样躺，或我想那样躺，我觉得只要我不影响到别人，对吧？我想怎么躺就怎么躺。但是在日本啊，这个是不 OK 的啊，在一个公共环境当中，你必须要考虑到，就是你是否会对别人造成影响啊。当然，你有可能这样躺那样躺不会对别人造成影响，但是这是不妥的，就是文化当中不允许有这样的一种存在啊。这个是我后来就是我看到的，就是人生啊，一个人究竟应该怎么活，对吧？尤其是就是还没有定型的时候，对吧？应该就是存在于怎么样的一种生活的这种节奏啊？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个跟就是许多的东西啊，在我看来，我觉得都没有那么重要。那
那么说说就是日本的这个收入吧，收入其实我觉得它确实是一个发达国家的一个收入，对吧？这个没有什么质疑的。公司包括这个购买力也都是可以的除了就是那边的水果比较贵有一些产品就比较贵，对吧？水果贵，这个我觉得有点，说实在的，有点让我觉得贵贵到就是很多很多就是尤其是在中国的人或者是在其他城市国家的人都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呢，这个由于我认为是日本它采取了一种对自己国家的一种农业保护因为如果它进口了许多，比如说像菲律宾像南美或者其他一些国家的水果呢，或者是粮食什么，那这种对于日本本身的那些从事农业的人来讲，它的伤害是巨大的那这些人将降低收入，他的国家的这个经济的一个方式就会产生问题。那么就说到我觉得就是其他的人，比如说你说什么，就跟日本人不是这种东亚人长相的人在日本那个真的是非常的困难那是一种灾难性质的感觉，对我来讲，我觉得就是有一次我就在一个日本非常私密的地方就是一个小镇，非常难以找到的一个小镇我去那边泡温泉，然后呢，我就在里面看到一个白人是个欧洲人吧，应该是，因为大家在里面泡温泉，我们都没有穿着衣服嘛，因为日本那个温泉里面就是有一个公共的洗浴区，那个洗浴区就是有一张小凳子，大家坐在那个上面，然后有一个莲蓬头在吹在洗对吧？然后呢，那个人他就在那个里面呢，他就显得很惊慌他就完全的不自然并且呢，就是我们都跑到那个就是温泉里面去泡了嘛，对吧？他都不敢进去他只敢在那个洗浴区里面。为什么？因为那种感觉就像我现在在欧洲一样的就可能像我这样的亚洲脸就很少，但是在日本那种地方的话，就完全没有可能，就那种地方没有这种跟他们长得不一样的人的脸所以他的压力就非常的大，而且呢，就是像日本泡温泉，它有一套非常就是成为规矩的一种文化的东西放在里面可以说就是越是古老的温泉店你在哪里拿毛巾你是不是要拿一个筐所有这些东西这都是一个非常就非常固有的一种模式。然后呢，你当然可以说我可以去问是吧我可以去问为什么我不问呢事实上就是那里的人可能就不会说英语就你要会日语然后你要会日语你要去问这些问题，他还觉得你怎么这么麻烦是吧你给我添麻烦了所以这些都是一种问题这种问题就是在你一个初期的时候你去感受美好，你去旅游，或者你深度的旅游，或者你旅居在那里我基本上在那边很长时间我都是就是一个月一个月的在那儿就是住在那儿然后我去了日本从北到南许多许多小的城市，许多许多地方我都去过。但是呢，当你真的你待久了以后这个其实真的是一个融入上的一个大的问题。那你说如果有很多人他有家庭的，他说我小孩我要培养成这样这个时候你就会思考了，对吧就是这个人生他到底是应该怎么样的一个存活，对吧？我可以说就是这种
他的这种束缚感，或者说这种我们说的好听一点、美化一点就是自律感，它比就是在中国其实我觉得你只要不去从事什么政治，对吧？你不要去什么样的批评你就正常的生活，你的空间幅度感其实也是很大的真的，这个东西就人越是到了后面，可能我到了40岁我考虑这个问题我跟那个叫什么以前有个视频里面我说过，我说我有个阿姨她原来在澳洲生活的，然后呢，就是她因为长期她得了病以后呢，就是在上海的医院里面她被判断下来，因为在澳洲那个医生你去看排期各方面很久嘛，对吧？所以她后来就飞到上海去看，医生就跟她说你要做那个就是血透其实就是洗肾。如果你不从事这个东西呢，要定期的，1个礼拜可能要几次你就会很快的就会有生命危险。然后呢我这个阿姨呢，她就立刻她说我不需要她就离开了以后呢，她就去了这个上海的，反正就她从小的那个印象当中的吧，一些什么美食反正就说她点了很多很多好吃的然后她吃完以后就回家了，回家以后第2天就昏迷了，然后第3天就过世了。然后呢，她也没有买墓地也没有什么任何的要求她只是做骨灰以后就是要撒到海里面。其实我这个阿姨她是很有财富的就是她在澳洲不光她就购置了产业，对吧？她经商，她在上海她都有就是好多这个产业但是呢，就是到了最后就是她把人生活明白了以后，她突然就觉得，就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不就是痛痛快快、快快乐乐的活那么短时间吗？是吧？搞那么多束缚，搞那么多东西，干嘛呢？我前2天还看到一个新闻，就说那个荷兰的前首相跟他的太太都93岁了，上周就安乐死这也都是就是活的人活得很久了，活得特别长了，对许多东西其实看的都非常淡了，对吧？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你要我说日本别的什么问题什么不好什么的，我觉得真的我没有找到什么别的什么问题就是我之前也愿意去那么多次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我说明很多方面我都挺喜欢的并且日本的饮食它应该说是中国人香港人什么这些亚洲人对吧？台湾人就是亚洲国家的人或亚洲地区的人去，大家都是能够接受的，他的饮食文化也很丰富，对吧？但真的就是唯一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觉得是是一个核心的本质的很难的一个问题因为一个人他太多的因为一个人的精力就这么一点，从你早上爬起来到晚上你能做多少事呢，对吧？你要从什么运动，或者你要自己做饭，就你在年轻的时候有家里面帮你负担的时候你是没感觉的，到了你真的独立了，你一天你有多少精力去这样消耗，是吧？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是最关键的。那其他的你像什么教育它教育我觉得日本也不差的，对吧？除了日语是个小语种，只能在日本使用那其他的我觉得也都是不差的，对吧？就是它应该说它是一个非常独立的，有它自己的传统的文化的一个国家有它许多的产品像你说比如说日本它有它自己的酒不管是日本的它的葡萄酒还是它的什么 whisky
反正就是他用他自己的形式转化了很多其他国家的一些东西，我认为他是转化的都是很成功的，对吧？就他有他自己的风格非常独特的这个风格，这个我觉得是不可去否认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就再话说回来，就如果你是留学去你在那边找到一份工作，或者说很多人有什么艺术签证，像比如说我摄影师我是一个什么插画师，什么搞艺术的，对吧？有个什么艺术签证之类的这些东西你在那生存下去，那么我觉得这种形式呢都不会让你的压力变得巨大，就是办经营管理签的这些人因为大部分办经营管理签这些人呢，他受到的一个信息就被迷惑了，对吧？因为他就是很多人他告诉你，他说你办了很简单，你去那儿买2个房子，然后你把它变成一个民宿，然后你就可以开始赚钱，或者你买一个什么饭店，对吧？反正最早就是说民宿民宿这个事情呢，可能就是就经营不好，对吧？就亏的人很多，所以呢口碑就坏了就开始说什么加盟一个什么饭店呢，反正做一个什么产业。民宿这个事情本质上来说，为什么还是就是不行呢？其实这个主意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就 idea 是没问题的，但是就日本人他是不会来你的这个民宿的，对吧？因为就像他的这种比如说鞠躬的标准，他的这种说这种敬语的标准，他说感谢的标准，他给你端茶送物那些永久的规矩，就你能够做到吗？就你做不到，对吗？别说你就是过去1年、2年、3年，你就在那住20年，你都不一定能够达到那样的一个程度这种是特别有烙印的，刻在心里面的东西。所以呢，其实就是你开这个民宿，除非你接待的就是你自己本国的人，对吧？就比如说你是一个中国人，你过去你开个民宿，你接待中国人那这个难度就大了，对吧？因为中国人过去玩，过去旅游，大家也想就是感受一下日式的，对吧？为什么要去住你一个中国的呢，对吧？所以呢，就是大多数人他并不是完全抱着经营管理签，经营在先签在后大多数人呢，他是为了一个居留，为了这个签，他去倒过来，他去找一个经营的项目。那这种情况下面呢，我可以说100%的失败即使就是你熬过了5年，到了更后面最终你还是很难在那边生存下去的，这是个非常现实的。那么就是在那儿打工嫁人的这些人，最终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我在另一个温泉的小镇也是一个温泉的旅馆我在那边呢，就是也是一个接待我们的一个大妈了吧我觉得她比我大差不多要10几20岁左右。她呢就嫁给了一个当地的日本人，然后呢就是她在那边做服务员她拿着这个我的行李在我们的房间到达了以后呢她就跟我们说话说很久她说的一些内容呢就无非是她感觉中国现在很好，对吧？她觉得她亲戚什么的日子都变得很好。其实中国肯定是有中国的问题，对吧？这个他已经10几20年他没有住在中国，他怎么知道就是变得很好或者说什么的？你只能说就是他对现状，他对他在日本的这10几20年的现状他是不满意的，对吧？你只能是这样理解。那么确实呢，就能感觉这个人他的工作
就他属于已经就是怎么说呢，就在那儿就已经混了啊，他是没有主观积极性的啊。那些就是我看那些日本人，就他的同事啊，给他一个指令，跟他说啊你要这样啊，他就动一下，然后不给他指令啊，他就磨蹭混时间，对吧？那当然了，他表现的那个状态是比较消极的，但是主要的原因是为什么啊？为什么他就是这样消极了？他曾经是否积极过，对吧？啊，就是如果我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会这个角度去思考的，对吧？啊，你不可能说一个人他一来到那儿啊，他就没有积极性了，对吧？我觉得这个是不太现实的啊，好吧？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从细微的一些我对日本的观察啊，我得出的一些结论。这个其实也不是说赚不赚钱，或者说你在那什么其他的一些东西了，对吧？啊，我觉得这个就是说直接影响到一个你会不会生活的开心的一个问题了，对吧？啊，你说我穿着啊，什么东西的啊，我买便宜点的，我饮食我吃东西，我岁数越来越高了，越来越大了，我吃的也越来越少了，对吧？我可以少吃一点，吃的就健康一点，对吧？这些物质上的很多的这种追求都可以慢慢的放得更淡一点。但是我也有这种开心你说，就是移民很大的一点，你为了什么呢？其实你就是为了开心，对吧？但是呢，这个不是绝对的，对吧？如果你真的你特别特别热爱日本的这种文化，你也愿意就是说去把自己改变那我觉得没问题，你可以选择就是在日本移民，对吧？这个是个人喜好的问题，这个没有问题，对吧？就像也有人跑到欧洲来，他就觉得欧洲特别的懒，这些人整天晒太阳，什么也不干，对吧？或者说整天坐在马路上喝酒他们整天过节整天就会人的想法就是这样的，对吧？它是有多元化的好吧？那这个呢，就是我对还有再说一句就是日本它现在它已经不是全球第3大经济体了之前它是排名全球第3的，现在呢它被德国超越了它已经排名第4了，对吧？但我认为这个问题不大，对吧？因为不管是第3、第4，哪怕你是前10都已经不错了，是吧？这个我觉得并不是最主观的一个问题因为具体你在一个世界当中你会活成什么样子，这个跟你自身是很有关系的，其实跟这个环境的关系没有那么大，对吧？但是呢，就是一个环境它的一些规矩它的一些这种制度准则这个东西是你不得不去面对的，对吧？因为你要面对这个东西，你才能去在这里面生活，好吧？那今天这个关于移民日本的话题我就说完了，谢谢大家。